当一位父亲为他瘫痪的儿子领养了一只狗时，他只是想着这只小狗会给他的小男孩带来陪伴，但接下来这只狗所做的事情会让你感动不已。特里·史密斯在动物收容所里四处走动，快速地看着宠物们。一个工作人员跟着他，试图跟他讲述笼子里动物的历史，但特里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话。他脑海里只有他1岁的儿子在等着他，以及他会不惜一切地让他再次行走。他曾经和几位医生交谈过，其中一位建议他为这个小男孩养只狗。他说，有一只开朗的狗在身边可能会影响他的行为和动作能力。医生不确定哪种狗会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他觉得特里一见钟情的时候就会知道。特里和他的妻子几个月前就已经谈论过这件事，是在蒂米1岁生日之前，他们计划一起挑选一只宠物送给他，这将是给他准备的动物主题派对的礼物。但现在情况却糟糕得多，最近的事情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沟通，他们充满爱意的婚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了，所以这是特里必须独自完成的事情。当他走过动物时，没有一只能引起他的注意。他想知道还需要检查多少家动物收容所才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。就在他即将向工作人员告别时，他突然在眼角瞥见了一些东西。他好奇地走进笼子，直到他和一只小狗面对面，看到狗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工作人员解释说，这是一只英国狗，如果它们受到良好社交化和训练，它们会变得越来越亲切友好和忠诚。这正是特里所寻找的。这只小狗不够大，不能压倒他的儿子。如果员工所说的正确，它将是他们家庭的完美补充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儿子，还有他的妻子。最近几周对莎拉来说真的很艰难，她从一个快乐的母亲变成了痛苦的女人。只在几天内，蒂米来到这个世界时，她是一个完美的小宝宝，她为他感到非常骄傲。她的哭声在整个房间回荡。医生祝贺了父母俩对他们庞大家庭的最新成员。莎拉虽然很累，但她的健康状况很好。她除了想抱着儿子，什么都不想要。蒂米是他们世界的中心。特里和莎拉非常乐意宠爱他。在他出生5个月后，他们开始筹划他的第1个生日。特里已经多次听说过全力以赴庆祝孩子的第1个生日是浪费钱，因为他们不会记得。但他不在乎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庆祝蒂米，还是为了庆祝莎拉和他们自己。毕竟他们是初为人父母，他们也应该得到一点认可。他们想要为儿子举办一个独特的动物主题生日派对，并迅速向朋友和家人发出了邀请。但在蒂米的第1个生日前2个月，莎拉抱着他们的宝宝来找特里。她正在喂他时注意到他有些眼睛移动困难，呼吸也有些困难。当他们喂养他时，这对夫妇已经担心他已经10个月大了，还没有开始爬行。他们相信他是一个晚开花的孩子，他会在最终满1岁之前直接开始行走。但是鉴于这些新问题，莎拉感到担忧，并建议他们带他去医院，确保一切都好。他们立即打电话给家庭医生预约，并赶往医院。检查本意是为了缓解他们的担忧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指望医生会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。然而，他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积极的消息。蒂米被诊断患有急性迟缓性脊髓炎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开始影响他的神经系统，这就是他还不能行走的原因。他的肌肉和反射很弱，他的脊髓也很脆弱。听到诊断结果，莎拉泪如雨下，开始责怪自己为宝宝发生的事情。也许如果他早点发现症状，他们可以做些不同的事情。特里拥抱着他，向他保证这不是他的错，他和他一样
对他们的儿子负有责任。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，直到医生告诉他们。然而，医生向他们保证，通过正确的治疗和疗法，瘫痪可能只是暂时的，他们的儿子最终可能会学会走路。但尽管医生向他保证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蒂米没事，莎拉却陷入了抑郁，成了自己的残影。此刻，他的儿子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的爱和关注，但看到他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他试图去接受治疗，但似乎没有效果。很快，他就完全停止了治疗。他请求特里把他们的儿子远离他的视线，并雇一个保姆照顾他。他知道他不像自己，但听他这样谈论他们的儿子，伤透了特里的心。而且想到他的宝宝只能由陌生人抚养，因为他的母亲不想见他，这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痛苦。特里工作时间很长，总是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回家照顾儿子，并带他去医院进行每天的康复训练。莎拉的退缩也使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困境。尽管他理解他可能的感受，但特里忍不住觉得他抛弃了他们，并把沉重的责任压在他的肩上。他不得不应对医疗费用，并且还要应对朋友们的尴尬问题。当他们最终不得不取消生日庆祝活动时，他悄悄地搬出了他们的房间，开始睡客房。他希望他的妻子会说些什么来表明他仍然关心，但他只会在他走过房子时短暂地看他一眼，不发一言。特里知道，如果没有莎拉帮忙照顾孩子，他在家里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运动刺激。正如医生建议的那样，保姆只能做到这么多，这还不够。所以特里决定，现在是领养一只毛茸茸的伴侣的绝佳时机，希望狗的关注和爱会对他的妻子和儿子产生奇迹。这只狗是收容所里最乖巧的动物之一。特里得以当天就把它带回家。他急忙赶回家，径直走到了蒂米的房间，带着狗跟在他后面。莎拉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盯着蒂米，但并没有真正看见他。他的目光跟随着特里进房间，径直走向婴儿床。狗就跟在他身后。他看了看狗，然后把目光转回丈夫，默默地走出了房间。蒂米看到爸爸时微笑了，特里也回以微笑，凝视着儿子的小脸。他向他解释说，他带来了一个叫比利的新朋友。他在第一次见到这只狗时就感觉到了一种连接，并希望他的儿子能和这只狗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关系。随着他们一起成长，特里把儿子从婴儿床上抱了起来，放在了离比利狗近的垫子上。狗走近男孩，并轻轻地吠叫，然后把它的爪子放在男孩面前，仿佛在请求握手。但男孩看到狗就开始哭了。特里安抚了他，然后把他放回婴儿床上，让他继续睡觉。当他退房休息时，特里决定明天再试一次，看看他的儿子对这只狗会有多接受。他并没有期望比利会帮助他的儿子爬行，甚至行走。他只是希望这只狗能给他们暗淡的日子带来一些快乐，并在整天陪伴他的儿子。他致力于为小蒂米和新领养的比利提供一个充满爱的家。当他夜里醒来想要喝水时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坐在厨房的桌子旁，手里拿着一杯饮料。他没有对他说什么，只是打开冰箱拿了些水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做？莎拉问道，让特里停下了脚步，仿佛我已经够难过了，现在还要担心一只狗。你至少可以问一下。特里解释说，他从来没有想伤害他，只是按照他们为儿子第一个生日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去做。如果他不再在乎他，那不是他的错。
他选择了一只他确信他们儿子会喜欢的宠物。他并没有指望他会照顾比利，他已经通知了保姆，他也同意在他下班回家后照看狗，和蒂米一起，他会负责狗的责任。他知道他仍然需要更多时间来照顾自己，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阻碍他。蒂米还不能和狗玩，他甚至还没开始爬呢。你真的认为这会奏效吗？莎拉轻声问道。特里的心碎了，因为他能感觉到他声音中的希望。我不确定，他回答道，但我们必须尽全力。他是我们的儿子，他需要我们。莎拉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拿着饮料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特里也回到了床上，默默地祈祷着第二天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更好的消息。第二天，特里走进了蒂米的房间，从婴儿床里抱起他。由于莎拉从来没有带他去任何地方，他的儿子迄今为止与其他孩子的互动非常少。但如果一切顺利，比利很可能会成为蒂米最好的朋友。喂饱了他，特里抱着儿子走到客厅，狗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当比利看到他们时，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吠叫，兴奋地摇着尾巴，就像前一天一样。他把儿子放在狗旁边，观察发生了什么。比利靠近蒂米，再次发出吠叫，尾巴还在摇动。他伸出爪子，继续看着男孩。蒂米没有哭，他伸出手摸了摸狗的头，然后迅速把手拿开。特里拍了拍儿子的背，告诉他，如果他想再试一次，那是可以的。在爸爸的鼓励下，蒂米再次伸出手，边发出快乐的声音，边拍打着狗。听到儿子笑声，让整个房间都感觉轻松愉快。莎拉站在门口观察，不由得露出微笑，看到他们之间美好的互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比利成为了他们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蒂米的笑容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灿烂。特里经常回到家，就听到儿子愉快的笑声充满整个房子，即使是最紧张的日子也变得值得了。特里和保姆轮流照顾比利，而莎拉则尽可能地远离他。然而，他总是在旁边看着他的儿子和狗兴致勃勃地玩耍。特里也注意到了儿子移动能力的巨大变化。过去，他通常待在一个地方，直到有人过来抱他，但现在不是这样了。蒂米总是试图跳来跳去，试图跟随着狗在屋子里奔跑。在康复训练中，他更加活跃，似乎下定决心尽快能够使用他的腿。医生对蒂米的进展感到满意，并告知特里，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，这个男孩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够爬行。特里不想抱太大的希望，但他情不自禁地期待着看到自己的儿子亲眼爬行的那一天。而那一天比他预期的要来得更早。比利进入他们家后的8个月里，史密斯一家的生活慢慢变得更好。即使是他的妻子，也不得不感谢他收养了比利。尽管他们尽力远离，但狗友好的态度温暖了他的心。很快，他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和他玩耍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和他的儿子拉近了距离。他仍然保持着一些防备，但特里可以看出，他开始放下了防备，慢慢地回到了曾经的自己。特里继续工作，仍然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外出。一天下午，他正在开会时，听到手机发出一声叮当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妻子给他发了一条消息。他几乎从不在他工作时给他打电话或发消息。当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，他甚至完全停止了联系。他打算等会议结束后再看，但他的妻子又发送了一个带有视频的消息，要求他打开。他说这是紧急的，并告诉他尽快回家。特里感到困惑，决定播放视频。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见。
然后他匆匆离开了会议，让助手取消了他日程表上的其他事项，径直跑向车子。当他到达家时，他开始喊他妻子的名字，问他们在哪里。当他走进客厅时，他终于看到了他的儿子正在爬行，而且他毫不在意。蒂米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，慢慢地在房间里用手和脚爬行，追逐着比利。他仍然很慢，但他并不在乎，他的父母也是如此。特里继续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儿子移动，他看向妻子，看到他情绪失控的哭泣，那不是悲伤的泪水，而是喜悦的泪水。特里数月来第一次拥抱了他，而他也没有躲避。当他平静下来后，他问他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事。蒂米正在和他最喜欢的玩具玩耍，而比利把他抢走了，然后开始在房间里四处跑。蒂米试图跟着他，但却无法追上。莎拉起身从狗那里收回玩具，还给了他的儿子。当他注意到他试图移动他的脚时，起初他不确定是否理解发生了什么，但当他注意到蒂米试图爬向狗时，他录了一个视频发给了丈夫。这是他们等待了将近2年的时刻，而现在终于来了。特里抱起他的儿子，拥抱了他，示意妻子也加入他们。时间停滞了，特里的思绪迅速回到了他们为了达到这一刻所经历的一切。蒂米仍然幸福地微笑着，玩着母亲的头发，而他则深情地看着他。特里把蒂米留在母亲的怀中，跑到比利身边，热情地拥抱了狗，感谢他所做的一切，并承诺去商店买些零食来表示感激。特里立即带着蒂米去看医生，以确保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，但医生向他们保证，这是非常真实的。物理治疗和来自狗的定期刺激鼓励蒂米使用他的双腿，直到他最终能够本能地这样做。他的肌肉和脊髓越来越强壮，每次更多的锻炼，他都能在他3岁生日之前正常行走。看到妻子和儿子回家时微笑的样子，充满了特里的心。在那一刻，生活无法再好了，但他不知道，这只是更美好日子的开始。在一个宁静的夏日午后，特里听到比利在房子里狂吠，他对这声音感到惊讶，并跟着声音来到了客厅。他们在那里为蒂米布置了一些玩具，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，但狗继续吠叫，好像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当他终于找到狗时，比利带他来到客厅的一个角落，蒂米正在那里玩耍，然而他竟然直立了起来。特里感到自己的膝盖发软，紧紧抓住一把椅子支撑自己。蒂米注意到了爸爸的存在，挥舞着双手，但特里已经无法做出任何回应，他太无语了。相反，他跑到他们的卧室，把妻子从沉睡中拖了出来，带到客厅，以确保自己的眼睛没有被欺骗。他们的儿子在走路了。医生们曾认为他几乎没有机会再次使用他的双腿，但现在他竟然站在2条小小的腿上，像奇迹一样四处走动。眼泪从他们的眼中流淌出来。特里和莎拉走过去拥抱他们的儿子。特里示意狗加入他们，他高兴地跑过来，在他的腿间蜷缩着。他和莎拉对比利有了新的感激之情。这只狗改变了他们的家庭，超出了他的想象，并向他们展示了隧道尽头的确有光明。比利也许只是一只小狗，但他为这个家庭开启了新的篇章，这是他们将永远感激的。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！听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下个视频见。